我抛绣球招亲，却砸中一个马奴。可我明明中意的是状元啊！我要面子，最终只能憋憋屈屈让马奴入赘我家。我嫌马奴粗鄙，空有一副好皮囊，把所有的愤懑都发泄到了他身上。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狗蛋，我不愿意让他碰我身子。冬天我让他睡在马棚，夏天我让他睡在柴房。白天我心情好了，让他趴在地上，我踩着颜料在他背上作画。我心情不好就踩他的脸。总之，怎么侮辱人我就怎么来。可他不哭不闹也不生气，就那么纵着我欺负他。到后来我都有点愧疚，觉得我是一个又漂亮又有钱的变态了。1月前我被悍匪绑走，还被下了东西，他长枪怒马赶来救了我。我觉得他那天格外好看，稀里糊涂跟他圆了房，我好像有一点点心悦他。我睁开眼睛会想他，闭上眼睛还是会想他。我觉得他有点像蛊惑人心的男妖精，于是我又恼羞成怒的把他赶回了马棚。可是以前让他住在马棚，我这个漂亮的变态很得意，现在我会偷偷跑去看他，他就在我家，我却得了相思病。今天是他生辰，我亲手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还想给他一个惊喜，他要做爹爹了。我到了马棚才知道，他原来是帝后唯一的孩子，因为战乱流落民间的太子狗蛋，一下子就变成了金蛋沉默。听说他还有指腹为婚的太子妃，太子妃很漂亮，是大官的女儿，京都第一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回京便会与她成婚。我家马棚已经被包围，一看到鬼鬼祟祟的我，御前侍卫就将佩刀横在了我脖子上。大胆刁民，见了太子殿下还不下跪！我忽然就有些难过，我没给他下跪，只是冒着会被割下脑袋的风险，小心翼翼地握住了他的手。你真是太子殿下。沈小姐今天又想怎么折磨姑？她身上的粗布麻衣已经变成了华贵大气的玄色长袍，她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金贵。她疏离地甩开我的手。沈小姐放心，等姑回到京都，会让人给你送来休书。我眼里好像进了辣椒水。我今天没想折磨她，我想给她过22岁生辰。我想告诉她，我肚子里揣了一个小狗蛋。我还想告诉她，我舍不得她。她若不愿意留下，我可以去京都陪她。可她连我拉她的手都不愿，倒是要给我休书。我才18岁就成了下堂妇。我也终于明白，她讨厌我，也不会要我肚子里的小狗蛋。她以后会和她的太子妃和和美美生一群小金蛋。而我沈右楚只是在她落魄时欺侮过她的坏变态。沈小姐还有事？见我还傻愣愣地站在原地，她又酸降跪地问了我一句。我想让她尝尝我亲手煮的长寿面，但我对她做了那么多天理不容的事，她不砍我脑袋就已经是手下留情，怎么可能尝我头一次下厨做的长寿面？我怕她报复我全家，不敢再说话，只是红着眼圈摇了下头。呵，她机甲的冷哼一声，翻身上马，再没有回头。我心口好像一下子就空了，将站在原地许久后，直挺挺地栽倒在了地上，差点小产。更倒霉的是，她离开凉州城的第3日，我爹涉嫌谋害朝廷重臣，被押到京都。我和我娘不信我爹会害人，匆忙赶到京都，得到的却是我爹被定罪，1月后问斩的消息。我和我娘去监狱见了我爹，他说他是被人陷害，在监狱短短半个月，我丰神俊朗的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我娘心疼得几乎哭瞎了眼，她那么漂亮明媚的一个人，眼里再也没有了光。忽然我娘想到了些什么，用力抓住了我的手。右楚，你去找狗，找太子殿下帮忙，你俩毕竟相亲相爱2年，他还喊过你爹一声岳丈，他肯定不会见死不救。右楚，娘求你了。我不敢告诉我娘，我和当今的太子殿下沉默，从未相亲相爱过。我更不敢告诉他，我开心的时候让他冬日下水给我摸鱼，我来月事烦闷的时候一下一下抽他鞭子，他指不定多盼着我这个漂亮的变态倒霉呢，怎么可能会帮我？我不忍心看到我娘眼里好不容易浮起的光芒破灭，还是拿了我最喜欢的小金鞭去太子府门外求见他，大不了让他报复抽死我，我总不能看着我爹被砍了脑袋。以前我让狗蛋往东，他就不会往西，我想让他跪在眼前，他就不会趴在我脚边。现在我才发现，想见他一面竟然这样难。我从早晨等到傍晚，我手中的小金鞭都落满了积雪，才终于见到了策马而来的他。他本就是世间难寻的好看，现在他穿着价值不菲的貂裘大衣，更是恍若神虚降临人间。他翻身下马，薄冷的视线直直地刺在了我手中的小金鞭上。沈小姐用哪只手抽过姑鞭子？我本就冻得瑟瑟发抖，听到他这没有分毫温度的声音，我更是唇都止不住打颤。我怀疑他是想要剁了我这双罪恶的手。紧接着我又听到他说，沈小姐又用哪只脚踩过姑？身后侍卫倏地拔出了佩剑，寒光闪闪，我怕他们真砍了我的手脚，下意识就想后退，谁知我脚冻僵了，我这么一动，直接栽到了他怀中，他胸膛滚烫，我忍不住又想起了与他圆房那晚，他把我抱在怀中诱哄时的温柔，我不争气地红了眼圈，不怕死地问他，狗，太子殿下
你能不能救救我爹爹？他抬手轻佻地勾住了我斗篷上的系带。所以你主动向姑投怀送抱，是想让姑舅沈南山也好，姑舅试试嚣张跋扈的沈小姐伺候人的本事，看看能否在榻上取悦姑。说着，他直接抱着我进了太子府，把我扔在了他榻上。白狐披风落下，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小衣。死狗蛋，他力气真的是太大了。他这么把我摔在床上，我后腰被撞得生疼，再加上他动作太过分，我恼羞成怒，一时没压制住自己的脾气，扬起了我的小金鞭。他直接扯下了我的小衣，他机智地勾了下唇角，薄冷无情沉黑的星眸更是覆满了高不可攀的疏离，不怒自威。沈小姐，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我手中的小金鞭颓然地滑落在地上，他看向我的眸光真的是太冷了，仿佛结了冰的墨池，将我的五脏六腑一点点吞噬冻结。我也再一次意识到，他早就已经不再是随我姓的狗蛋，而是动动小指头就能捏死我全家的陈金蛋。取悦姑，如果你能让姑满意，或许姑会大发慈悲，给沈南山一条活路。取悦他，我心里忽而说不出的难过，我忍不住垂眸，轻轻碰了下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他回京都那日，我见了红，虽然我肚子里的小狗蛋保住了，但大夫说我胎相不稳，还是会有滑胎的风险。头3个月我尤其得注意，情绪不能大起大落，不能做剧烈运动，更不能做夫妻事。我害怕流血，更怕失去肚子里的小狗蛋。哪怕陈金蛋不要他，我也想要他，可陈金蛋要我取悦他，这是我能救我爹的唯一的机会了。就这么不情愿？沉默嗤笑一声，姑不喜欢强人所难，既然这么不情愿，你可以等着1月后给沈南山收尸了。我委屈的眼眶胀痛，想哭，我也想告诉他我有身子了，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不能做那种事，可我不敢把我肚子里有小狗蛋的事告诉他。跟我一起长大的秋娘1年前救了个落魄书生，两人情投意合，书生进京赶考前，秋娘有了身孕，书生被绑下捉婿，成了侍郎大人的乘龙快婿。知道秋娘有了身子，书生怕那个孩子会阻挠他的前程，强行让人给秋娘灌了打胎药。只是一位七品芝麻官，有了贵女新欢后都不会要，共患难过的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沉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又怎么可能要我肚子里的小狗蛋？更何况我还不是与他共患难的贤妻，而是欺侮折磨了他2年的漂亮变态，明无法与官斗，七品芝麻官都能草菅人命。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想弄死我和小狗蛋，比碾死2只蚂蚁还容易。呵，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显然是没有了耐心，他嗤笑一声，随手将我的小衣丢在地上，转身就要离开。狗，太子殿下。我用力咬了下唇，还是自身后紧紧地抱住了他。我骄纵惯了，嚣张又要面子，不喜欢向别人低头。我也不想流血，但我更想我爹活下去。我扬起脸看了下屋顶，努力将眼泪憋回去，颤着嗓子说道：我取悦你。呵，沉默又极其不屑而冷漠的讥笑出声。此时他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能想象出此时他脸上的表情有多冷酷。我怕他又会拂袖而去，哪怕我不太懂该怎么取悦男人，还是笨拙地触碰他。我想了想，又走到他面前，带着几分难过亲了下他的唇。沈小姐就这点本事？他还想要我有多少本事？我又羞又恼，想抓我的小金鞭，可我明白，这个时候我要是敢抓起我的小金鞭，就是在拿着刀子磨我爹的脑袋。只是我一时之间真的使不出别的本事。我扬起脸与他四目相对，看着他眸中汹涌的墨色，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我和他圆房的那一晚。那天晚上他眸中巨浪翻涌，也是我看不懂的深色。但那天晚上他不会高高在上的命令我取悦他，而是小心又真实的吻着我，弄疼了我后还一遍遍哄我，让我别哭。现在的沉默巴不得我哭。那晚他对我的好与此时他对我的坏对比太鲜明，我鼻子酸得要命。不过那天晚上的记忆也给了我几分启发，我学着那晚他亲我的模样，小心翼翼地亲他，希望他的眸色能别那么冷，拉我爹爹一把。沈右楚，离姑远点儿。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呼吸忽而变得特别急促，听到他让我远离他，我怕我不躲得远远的，他又会把我摔得很疼。我下意识就想后退，谁知我刚后退了一小步，他一把托起我的腰，就死死地将我按在了床榻边，反客为主，几乎要把我的唇咬碎。我想说他是不是属狗的，只是我不太敢说。他的吻越来越凶，让我呼吸都变得艰难，我也没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衣衫碎裂，我好像变成了深海中漂浮的落叶，只能随着这滔天巨浪摇曳，有点丢人。我后来竟然不争气地昏睡了过去，我心里憋着事儿，睡得不算沉。天色还未大亮，我就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沉默应该是要去上朝，他已经穿戴整齐，衣冠楚楚，金冷无双。再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成日穿着粗布麻衣的陈狗蛋，我眼眶又止不住变得很酸很涩。我吸了下鼻子，才哑着嗓子开口：太子殿下，昨天晚上我已经……后面的话我有些难以启齿，直接改口：你会救我爹爹，对不对？
姑什么时候说过，只要你让姑睡，姑就一定会救沈南山？什么？我倏地睁大了眼睛，我怎么都没想到，昨天晚上我那么累，骨头都仿佛被碾碎了，他竟然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我还没有从极度的失落与难过中回神，又听到了他冷笑。更何况，就你那身子也能取悦姑？我不算特别聪明，但听了他这话，我也明白了，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救我爹，他是故意羞辱我，就像这2年来我羞辱他一样。我难受的眼里好似要下大雨，但我不喜欢哭，还是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我也强压下想捡起小金鞭的冲动，用尽全力低下了头求他。太子殿下，我真的求你了，我不想我爹死，你救救他。他连一个眼神都没有施舍给我，携带着一身寒霜，头也不会离开。我仿佛丢了魂儿，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捡起散落了一地的衣裳穿上，又麻木地往外面走去。没想到我刚走出他寝宫，就看到了迎面走来的林画芷。之前我在街上远远地看到过林画芷一眼，知道她是英国宫的掌上明珠，也是沉默未来的太子妃。林画芷真的很漂亮，我爹毕竟是凉州城首富，他身上的衣服可能没我的衣服更贵，但他一身高高在上的书卷气，还是让我自惭形秽。他看我的眼神也带着鄙夷与轻蔑，仿佛我是什么污秽之物。你就是太子哥哥在凉州时宠幸过的商户女。他说这话，仿佛我跟沉默是无媒苟合。我不太喜欢他这副盛气凌人的模样，纠正他，不是他宠幸我，我与他过过婚书，他是我夫君，哪怕沉默现在要休了我，也改变不了他曾是我夫君的事实。夫君？林画芷讽刺地笑出声，仿佛我的话有多可笑。我打听过，太子哥哥在凉州城时，你对他很不好，他与你成婚，你可敬重过他，你可真心爱慕过他。不过是现在太子哥哥身份尊贵，你想攀龙附凤，才上赶着讨好太子哥哥。太子哥哥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爱慕虚荣、狼心狗肺的女人？不过，如果你实在想攀附太子哥哥，等我与他成婚，可以让他把你收进府中，做个侍妾。太气人了，谁稀罕做沉默的侍妾？我只要一生一代一双人。沉默要娶别的女人，哪怕我有些心悦他，我以后也不会再纠缠他。如果不是我爹的命现在捏在这些当官的人的手中，我肯定要跟林画芷打一架。但我爹被下大狱后，我和我娘一路求人，我早就已经被磨掉了大半的脾气。在一次次碰壁中，我也知道我家再有钱也比不过权。我以前真的是被我爹娘惯坏了，才那么不知所谓，无法无天。我不会做侍妾。我没跟林画芷吵，说完这话就拖着依旧有些疼的身体往前走去。陈金蛋真不是东西，昨天晚上他跟要吃人似的。我唯一庆幸的是我没流血，应该没动胎气。走出太子府后，我看着头顶上明晃晃的大太阳，终究是不争气的掉下了眼泪。沉默恨我，他只想看我家倒霉，他不可能救我爹爹。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洗清我爹爹身上的冤屈？我真的好害怕，我爹爹真被砍了脑袋。沈小姐，我正哭得毫无形象，忽然听到了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我慌忙擦去眼角的泪水，转身看到喊我的人，果真是陆举人陆星夜。我学问不好，所以我一直特别仰慕读书人。我爹也喜欢读书人，所以2年前他把凉州城所有他资助过的读书人都找过来，让他们抢我的绣球。我当时最希望是芝兰玉树的陆星夜能抢到绣球。说实话，陆星夜没抢到绣球，我当时觉得挺遗憾的。后来我有些心悦沉默，我又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可惜沉默从未心悦过我，而是厌恶我。我听说陆星夜也被绑下捉婿了，他娶的是刑部尚书的嫡长女。2年前他殿试被钦点了探花，他本就才华横溢，又有岳父提携，他青云路走得特别顺。不过是短短2年，他已经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我爹的案子就是刑部负责，我知道他肯定能说得上话，连忙走到他面前请求他。陆举人，陆大人，我爹是被人污蔑，你能不能救救他？我爹之前真的帮过陆星夜等寒门学子许多忙，我不喜欢挟恩图报，但现在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还是盼着陆星夜能看在我爹接济过他的份上，拉他一把。2年不见，沈小姐长得越发动人了。陆星夜没回答我的话，而是定定地看着我，他的眼神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我下意识后退了一大步，他笑得越发和煦，如3月的春风。陆某一直倾慕沈小姐，希望沈小姐能常伴身侧。臭不要脸！我忽然明白，陆星夜并没有他表面看上去的那般光风霁月，就好像沉默看着不近女色，在榻上却完全不是东西。男人都不可貌相。我爹爹和我娘感情好，不管我爹是身无分文还是家财万贯，从未动过纳妾的心思。我沐浴着爹娘的爱意长大，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夫妻应该对彼此忠贞。我没想到陆星夜都已经娶了大官的女儿了，竟然还想要我。我强迫自己将握着小金鞭的手背在身后，耐着性子说道：陆大人已经娶妻了。
男人3妻4妾不是很寻常。陆星叶面上没有半分羞愧，倒是眸中多了几分恶意与贪婪。我可以给你置办做宅子，你先住在外面，我会时常过去陪你，等时机到了，我便将你接回府中，抬为贵妾。他这意思是让我给他做外事，我气得牙根都痒了。只是我想我爹爹活，还得忍着脾气跟他废话。我不会给人做外事，陆大人，你们读书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爹爹给过你许多银子，现在他被人陷害，我希望你能帮帮他。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银子。陆星叶说着，就试图抓住我的手。我现在只缺一位沈小姐这样的如花美眷。我知道沈小姐跟过太子殿下2年，但殿下马上就要大婚了，他不可能再要沈小姐你。沈小姐，你想沈南山活，只能跟了我。我越看陆星叶这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模样，越是觉得恶心，止不住干呕出声。陆星叶显然没想到我会被他恶心到呕吐，他脸直接青了。你别不识好歹。他磨了磨牙，继续威胁我。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应该清楚。我若想沈南山死，他都撑不到1月后的问斩。沈右楚，我给你2天的时间，如果2天后我依旧无法在我城南的别院看到你，你可以提前给沈南山准备棺材了。他恼羞成怒后彻底没有了耐心，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头也不会离开。我一颗心仿佛坠落冰窟。都说读书人懂礼义廉耻，实际上负心多的是读书人。我家里有钱，哪怕为了救我爹，我与我娘一掷千金，我家里的银钱也几辈子花不完。我娘已经在京都买了宅子，与陆星叶分开后，我就直接去了新家。我还有个比我小2岁的弟弟，我和我爹娘一样，都是一看文章就头疼。唯有我弟2岁识字5岁作诗，简直就是天选读书人。听到我爹出事的消息后，我弟沈墨也急匆匆从书院赶到了京都。我回去的时候，刚好看到风尘仆仆进门的沈墨。右厨怎么样？狗，太子殿下答应救你爹爹没？我娘问完我后，沈墨也急切地追问。姐夫不会让爹出事的，对不对？我特别不忍心让我娘和我弟失望，但事关我爹的性命，我也不敢说谎，只能如实说道。他不愿意救爹爹，都怪我。那2年我对他不好，他恨我，是我连累了爹爹。右厨，你别胡说，你是我和你爹的宝贝，你哪里连累你爹了？我娘看不得我难过，连忙安慰我。我是希望你爹能好好的，但如果他真的……我娘红了眼圈。那也是他的命，你不能因为救不了他，便把责任推到了自己身上。就是姐，你那么好，怎么可能会有错？我弟也是绞尽脑汁安慰我。姐夫不喜欢你，是他没眼光。我姐这么聪明，这么好看，配得上天底下最好的儿郎。我心里暖乎乎的。看吧，我爹我娘，就连我弟都惯着我，我不嚣张跋扈才怪。可曾经肆意张扬、嚣张骄傲的沈家姑娘，在明白这个世道的许多无奈后，已经不敢张扬了。我只想我们全家都能平安。姐，我听娘说你有身子了，你快回屋休息吧。我16岁了，可以撑起这个家了。爹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和娘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救出爹。我看着面前玉树临风的沈墨，心里满是欣慰。曾经跟在我屁股后面哭唧唧的小娃娃，真的长大了。我肚子隐约有些疼，也怕不好好休息，肚子里的小狗蛋会有什么好歹？在我弟和我娘的劝说下，还是先回了屋里。我实在是挂念我爹，睡也睡不着，在床上躺了半日，还是打算花点银子再去监狱看看我爹。我刚走出我的小院子，就看到了我弟。我弟此时的穿着花花绿绿的，像一只骚包的花孔雀。如果是别的男子穿着这么一身，肯定是一场灾难，能把人愁死。但我弟那张脸长得太好，哪怕一身花花绿绿，依旧有一种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倜傥风流。姐，我弟看到我，微微有点不太好意思，不过他还是穿着这套衣服在我面前转了一圈。你觉得我这一身怎么样？我听说安阳郡主喜欢美男，我打算去他府上，要是他留下我做男宠，爹就有救了。我弟是书院中学问做得最好的，先生说我弟肯定会成为大周朝最年轻的状元郎，前程无量。我弟是读书人，还可能成为状元郎，怎么能给人做男宠？我急了，把我弟骗去伙房，直接把他反锁在了里面。姐，你快开门，我要去找安阳郡主，就算安阳郡主那里不留我，我也可以去找别人。我是真的喜欢当男宠，男人吃软饭有什么不好？我弟急得直砸门。我这么聪明又长得好看，我留在安阳郡主身边，最开始是男宠，但时间长了，我肯定能上位。姐，我真的特别适合做男宠，你快让我出去。我倒是没想到我弟对做男宠这般情有独钟，但我还是不愿意他给谁做男宠。大周朝男宠地位最是低下，是要入贱籍的。他若真做了男宠，明年就不能参加科举了。我拖着腮帮子坐在伙房外面发呆，我再去求沉默，只是自取其辱。他那么讨厌我，我出现在他眼前，或许还会影响到他心情，害我爹提前掉了脑袋。陆星夜人面兽心，只想玩弄我。我不愿意做他的外室，可我总不能真让我弟去做男宠吧。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让人打听出陆星夜城南别院的位置，又悄悄给他送了信，还是提着金子做的小灯笼去了他城南的别院。说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挺不待见陈默的，但嫁给他后，我从未想过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之前对陆星夜也不算男女之情，只是对读书人的欣赏。我不想跟陆星夜做男女之事，可陈默不要我了。我爹命悬一线，我弟还一心想做男宠，做陆星夜的外室，是我能想出护住我们沈家的唯一的办法了。大不了就当今晚是被狗咬了一口。一路上，我不停地安慰自己，今天晚上忍忍就过去了。可当我真的到了那处别院，看着人模狗样的陆星夜，我心中还是止不住恐慌恶心。沈小姐，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陆星夜手落到了他腰封上，想到了些什么，他忽而弯起了唇角。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应该由你来伺候我宽衣。伺候你妹！我冷着脸坐在床边，都想问候他祖宗18代了，肯定不愿意帮他宽衣。见我一点都不听话，他不仅没生气，还笑得越发温柔惑人。沈小姐习惯了别人伺候，当然不会伺候别人宽衣，无妨，一会儿我伺候沈小姐。混蛋！我越发觉得陆星夜恶心，只是我有求于人，不管心里多憋屈，也只能忍着。陆星夜褪下了外袍。沈小姐花容月貌，甚得我心，今晚便是我与沈小姐的洞房花烛夜。我又想骂他了，尤其是看到他解开腰封后，一步步朝着我走来。这大冷的天，我掌心竟是止不住渗出了汗珠。我发现一路上我白安慰自己了，我受不了陆星夜靠近我，更无法忍受与他亲密无间。沈小姐，陆星夜眸中火焰焚烧，手更是激动到轻轻颤抖。忽然他上前一步，就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腰。好香！他俯下脸，似乎是想将脸埋在我脖颈之间。我怕他真那样对我，打了个激灵后，我慌忙后退，就想与他保持些距离。陆星夜，我不想做你外室，我可以给你金银珠宝，我真的求你了，你救救我爹爹好不好？我说过，我不缺银子，我只想要沈小姐。陆星夜眸中快速浮现出阴翳，声音更是令人头皮发麻的阴狠。他还忽然改变了对我的称呼。幼雏，你也可以继续惹我生气，那样明天你便可以给沈南山收尸了。我心里猛一咯噔，我不想给我爹收尸，可陆星夜的手在我身上撕扯，我也恶心的几乎要活不了。再踏上，沉默是会让我很累，但沉默碰我，我是喜欢的。而陆星夜抓住我的衣服，我却觉得好似有一条恶心的毒蛇缠到了我身上。我发疯一般想远离这条毒蛇，只是我要是任性，我爹会被人生生折磨死。陆星夜这么变态，怎么可能对我爹手下留情？幼雏，从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爱上你了。每天晚上我都幻想着你被我按在身下的模样，今晚我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畜生！陆星夜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才12岁，他竟然他简直不是人。他脸贴到了我脖子上，我又听到了他那带着明显威胁与恶意的声音。实话告诉你，沈南山会入狱是我做的。我爹爹帮过你，你怎么能这么害他？他不入狱，你怎么会来求我？我怎么得到你？幼雏，我劝你乖乖的，乖乖讨好我，乖乖留在我身边。我可以让你爹坐牢，也可以毁了你娘和你弟，所以你得哄我开心。混蛋！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爹入狱，竟然是被陆星夜坑害的。我恨不能跟陆星夜同归于尽，可哪怕现在我弄死他，我也无法救出我爹。我的软肋被人捏住，我再恨再气，也只能忍着。幼雏，亲我。陆星夜说着，忽而用力扯开了我衣领，骤然传来的凉意让我身体越发筛糠一般站立。我实在是做不到亲陆星夜，他忽然这么扯开我衣服，还让我条件性反射的狠狠地推了他一把，感觉出我的抗拒。他那张眉清目朗的脸一下子阴沉扭曲了，他好似彻底失去了耐心，直接狠狠地将我推倒在他边，就妄图彻底将我的衣服扯坏。滚开，你别碰我！他手落在我身上，我觉得又被毒蛇缠住，我将脸别向一旁，不停干呕，难受的眼泪都出来了。我拼命踢陆星夜，可他看着斯文，力气却特别大，他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脚踝，让我的反抗看上去倒像是欲擒故纵。我肚子忽然特别疼，又被他粗鲁地压制着，我一下子连动都动不了，仿佛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放手，陆星夜，你再敢动我一下，我就剁了你的手！他越来越过分，我情绪彻底失控，再无法压制住自己的臭脾气。幼雏，你嘴生的这么好看，怎么说话这么不中听？你可以继续说话，但你每说一句话，我便让人从沈南山身上割一块肉。我气得眼圈通红，恨不能撕了陆星夜，可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威胁对我特别有用。我不想我爹被割掉皮肉，我死死地咬住唇，心中恨意翻涌，却怎么都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哈哈！陆星夜得意的凉笑一声，就如同饿狼一般扑到了我身上。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咬舌自尽，可我若死了，我爹也活不了。幼雏，你是我的。紧闭的房门猛地被踹开，房门敞开，带进来的冷风吹乱了桌台上的烛火。听到动静，我下意识睁开了眼睛，没想到进来的人竟然是陈默。陆星夜显然也没想到陈默会来这边，他正要褪下里面的衣服呢。看到陈默，他身体瞬间僵在原地，慌忙就抓过外袍往自己身上套。
太子殿下，陆星夜还没将外袍套在身上，陈默一脚就已经重重的将他踹翻在地。陈默天生神力，身手也是真的好。那次我被劫走，他单枪匹马割下了几十位悍匪的脑袋，也是那一次，我忽然觉得他长枪立马的英姿比那些满口知乎者也的读书人好看千百倍。陆星夜被他踹得爬都爬不起来，我一点都不意外，我就是想不通，他都已经不要我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找我？不知下官何事得罪了太子殿下，要让太子殿下深夜阻断下官与外室恩爱。陆星夜痛苦地喷出一口血，虽是跪在地上，但我能感觉出他身上的不满。外室，陈默直接一脚踹到了陆星夜脸上，疼得他好一会儿都无法找回自己的声音。姑还未休憩审视，姑一日不写休书，他便是姑的人，感动姑的人找死。陈默又是一脚踹过去，陆星夜直接昏死了过去。我用力拢紧自己身上的衣服，我有些庆幸今晚陈默过来没让陆星夜得逞，可我又特别害怕，等陆星夜醒来，他会加倍报复我爹。我以前真的不是爱哭的人，但我怀孕后泪点莫名变得很低，再加上我太担心我爹，眼泪怎么都止不住。陈默单手将我箍进了怀中，见我满脸的泪痕，他眉宇间的戾气越发浓重。就那么喜欢他，姑不让他碰你，就这么难过，为了跟他在一起，甚至不惜自轻自贱做外事。可惜了，姑还未休妻，你别想跟陆星夜双宿双栖。我觉得陈默有病，我什么时候喜欢陆星夜了？鬼才想跟他双宿双栖，只是我已经彻底得罪了陆星夜，我不敢把本就恨我的太子殿下得罪得更惨。我爹养尊处优惯了，陆星夜一个人的折磨他就承受不住，要是再加上一个凶残的太子殿下，明天我真得去给我爹收尸了。我不敢顶撞沉默，只能无声地掉着眼泪。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多眼泪，可今晚就跟发大水了似的，我眼泪彻底决堤。我越哭，沉默的眸色越凛冽，还委屈上了沈右楚。跟姑在一起，你就这么委屈？但就算你委屈，也只能跟姑回太子府。狗东西！我咬着牙在心中骂他。陆星夜是败类，沉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想让我做外室，一个想让我做小妾，都是狗。沈右楚闭嘴！见我还在掉眼泪，沉默直接狠狠地拍了下我后面，他拍的地方这么羞人，我眼泪掉得更凶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竟从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的眸中看到了一丝无措。可他怎么会无措呢？他那么讨厌我，巴不得我哭死难受死，怎么可能会因为我的眼泪乱了阵脚？跟我回去！对上他那双没有分毫温度的眸，我明白刚才是我自作多情了，我连忙就想从他怀中挣开。我不回去，我不给你做侍妾。侍妾？沉默眸中先是闪过一抹疑惑，随即又覆满讽刺与冰霜。想跟着姑你也配沈右楚？我再说一遍，姑给你休书之前，你若再敢给姑戴绿帽子，姑一定会弄死你。我将脸别像一旁金豆子，越发泛滥成灾。什么人啊，瞧不上我，还不许我给他戴绿帽子，他简直比我还变态。他就是故意报复我，就是不想让我好过。我不想再回太子府，看着他跟林化芷甜甜蜜蜜，但他跟强盗似的抱着我上了马车，我逃都逃不掉。后来又被他扔到了他寝宫的榻上。陆星夜碰了你哪里？我正红着眼圈揉着自己被摔疼的后腰，他那冰冷若寒冰坠地的声音忽然在我头顶上响起，紧接着他带着后剪的指肚落到了我唇上。他亲过你这里？我没立马说话，而是极度警惕地看着沉默。他深不见底的星眸中渐渐浮起了红血丝，仿佛嗜杀成性的地狱修罗，要让这人间血流成河。他这副模样就像是我若说陆星夜碰过我的唇，他会直接把我的唇给割下来。陆星夜没亲到我的嘴，我一直在干呕，估计他也下不了口。我也觉得沉默此时的模样挺吓人的，我不该惹恼他，可我现在腰疼肚子疼，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我还总是会忍不住想起曾经他对我的好，我心中格外委屈，还是忍不住跟他唱了反调。我昂起下巴，眉眼间也染上了几分不讲道理的嚣张。与你无关，反正你马上就要给我休书了，就算你不给我休书，我也要跟你和理。沉默，你不就是讨厌我恨我，想让我不痛快？我从袖子里掏出小金鞭扔在地上，鞭子给你，大不了你抽死我。我越说心里越是难受，直接破罐子破摔的躺在了榻上，还抬起了脚。我用脚踩过你，大不了你把我脚也剁了。我又扬起手，手也给你，你想怎么剁就怎么剁，清蒸红烧都可以，你打死我也可以。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掉眼泪，将脸别向一旁，只要你答应救我爹爹，你怎么教训我，我都愿意。沉默没说话，只是黑沉着一张俊脸，捡起了落在地上的小金鞭。我身体止不住狠狠地瑟缩了下。过去2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抽过沉默许多次，但我打小身体就不太好，力气有点小，每次抽他，连道红痕都没给他弄出来。他抽我不一样，他天生神力，要是他一鞭子抽过来，我这一身娇滴滴的皮肉肯定得开花。我怕他抽我，可我又要面子，不想让他看出我害怕，我还是挺直了腰板让他抽。今晚你抽死我后，能不能帮我爹爹洗清冤屈？我死之后，你能不能在我坟前多烧些纸钱？我怕到了地下没银子花。呵，给你烧钱，想得还挺美。小气鬼，抽死我之后，连纸钱都不舍得给我烧，什么狗太子殿下？见沉默距离我越来越近，
劲，我吓得直接闭紧了眼睛。我轻轻动了下唇，想说能不能别抽脸，我挺爱美的，哪怕变成鬼，我也想做漂亮鬼。沉默手中的鞭子没落下来，倒是我腰间一紧，他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腰。姑碰你就这么不情愿，但姑今晚偏要碰你。忽然他俯下脸，带着凉意的薄唇就贴到了我唇上。我没想到他会忽然亲我，我吓得止不住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近在咫尺的浓黑的睫毛，我忍不住又想起了他第一次亲我的时候，不是我与他圆房那晚，而是去年我生辰，他亲手为我雕刻了一个小木人，那个木头姑娘像极了我。看着那个木头姑娘，我心跳忽然变得格外快，跟生病了似的。我听说过有人心跳太快会猝死，我当时特别怕我这个漂亮的变态会死。我觉得送我礼物的沉默是害我心脏出问题的罪魁祸首，我不敢告诉我爹娘，只能暗中惩罚他。我让他剥了上衣趴在地上，我用脚沾了颜料，在他背上画了一只特别丑的大乌龟。本来他害我心脏出问题，我还挺生气的。看到那只奇丑无比的大乌龟，我又有点得意，趴在他背上，忍不住拧了下他的耳朵。他应该是觉得屈辱，气坏了，耳根特别红。他耳根越红，我越嚣张。我让他翻身，好更方便我揪他耳朵。谁知他翻身的刹那，我没防备，整个人都贴到了他身上，就挺巧，我唇还贴到了他唇上。我心脏更不正常了，几乎要冲出胸腔。更要命的是，他唇还特别烫，仿佛要把我的唇烫成红烧的。我觉得这样不太对，连忙就想起来，但他按住了我的后脑勺，我起不来。我恼羞成怒，想骂他，谁知我一张口，我所有的呼吸都被他侵占开始。他的动作很笨拙，让我嘴好疼。后来他没那么笨了，我又有点喜欢，就没立马从他身上爬起来。等他喘着粗气放开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只剩下小衣了，而且小衣还解开了大半。我觉得我好像被他轻薄了，这么丢人的事我也不能告诉我爸妈。我决定继续教训他，我又使出惯用的招数，在他身上写诗侮辱他。陈狗蛋不是人，他是狗，汪汪汪！陈狗蛋不要脸，他没脸，哼哼。我以为我都那么羞辱他了，他肯定得羞愤欲死，甚至恨不能跟我同归于尽。谁知他只是哑着嗓子喊了我的闺名，让我从他腰上下去。我还没下去，他又亲了我，还一遍遍哄着我，让他再亲一次。曾经的陈狗蛋那么好，哪怕我羞辱他，他也会哄我，我怎么可能完全不动心？可是现在的陈金蛋只会欺负我，羞辱我，让我疼。我肚子真的好疼啊！越想曾经他对我的纵容，再看着面前凶得跟阎罗王似的他，我心里越是难过。尤其是当他粗鲁地扯下了我的小衣，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金豆子又泛滥成灾。我哭得太凶，眼泪沾到了他脸上，他的动作刹那僵住，他冷冷地抓着我的小衣，斧凿刀刻的俊脸更是凛冽的好似千里冰封。就这么不愿意姑碰你？呵，陆星夜都娶妻了，还为他守身如玉，沈小姐可真是痴情，不愿姑碰你，姑也不是非你不可。他黑着脸将我小衣扔在一旁，气势汹汹用丝被裹紧我的身体，拂袖而去。我哭了好一会儿，肚子才没那么疼了。我出来这么久，怕我娘和我弟担心我，连忙收拾好自己，想回家。我没能回家，沉默把我软禁了。我知道他是想慢慢折磨我这个漂亮的变态。我担心陆星夜醒来后会恶意折磨我爹，我担心没有我的阻拦，我弟会真给谁当了男宠。我急得团团转，都想跳窗了，可窗外也有侍卫守着，我回不了家。一连7天我都没见到沉默，他派了好几个婢女伺候我，他们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不喜欢做笼中鸟，我更怕连我爹的最后一面都无法见到。而且这几个婢女每天都会议论沉默有多喜欢林画纸，比如说太子殿下送了林小姐什么发簪了，恩爱同游了，海誓山盟了，我觉得特别刺耳，我心情更不好了。我被软禁在太子府的第8天，我总算是又见到了沉默。沉默，你这个混蛋，被软禁了这么久，我快要憋疯了，也顾不上会得罪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了。见他进来，我红着眼圈上前，就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你快放我出去，我想我娘了，我还想去看我爹。想到陆星夜之前说，如果我得罪他，第2天早晨我就可以给我爹收尸了，我心里越发难受。我又蛮横地推了他一把。陈狗蛋，你就是一只狗，你要是让我连我爹最后一面都无法见到，我攥紧了小金鞭吓唬他，沈南山还活着。听了他这话，我那颗提着的心总算是回落到了原处，但想到他软禁着我，却天天跟林画纸逍遥快活，我还是看他特别不顺眼。对，那些婢女们还说他和林画纸在他书房3天3夜没出来，一晚上叫10次水。他跟我圆房那晚一晚上都没那么多次呢。他天天跟林画纸纠缠不休，也不怕消耗过多，英年早逝。反正我不要继续待在这里，我要出去。说着我就不管不顾地往寝宫外面跑，他在我身后死死地箍住了我，又想去找陆星夜，自甘堕落给他做外事。做梦，狗才想找陆星夜呢。
我只是不想跟林化芷的男人待在一起。想到他刚刚可能还抱过林化芷，我气得直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沈幼楚，他吃痛，声音中也染上了怒气。你就这么急着给沈南山收尸？狗东西又用我爹威胁我，我气得眼睛疼。我讨厌被人威胁，可我爹是我的软肋，用他威胁我的确管用。我不敢继续往外面跑，但整天听婢女说他跟林化芷恩爱的鬼日子，我也过够了。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关死房门，用力咬了下唇后，我直接将自己身上的衣服退了下来。沈幼楚，你做什么？把衣服穿上。沉默不知道怎么回事，呼吸忽然听上去有点急促，声音还染上了惑人的哑。可这一次我不会再被他蛊惑，我也不可能听他的话，我只希望破釜沉舟把我爹救出来。我知道沉默恨我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羞辱了他2年，我觉得只要把我羞辱过他的事让他也对我做一遍，他心中的怨气应该就没那么大了。我头一回主动在男人面前把自己拖成这副鬼样子，但为了救我爹，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羞耻，破罐子破摔地说道：你不就是觉得我变态，想报复我？你来报复啊！你用脚踩我，你在我背上画乌龟，在我身上写诗，大不了你也写沈幼楚是狗汪汪汪，你写啊！我本来想努力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的，但想到他能欺负我，却肯定不舍得让林化芷受委屈，我声音中还是染上了不争气的哭腔。我只求你报复完我之后，你能救救我爹爹，他真的是被人陷害的，你毕竟也喊过他一声爹，你帮帮他好不好？沉默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我隐约意识到，只是让他用脚踩我，在我背上写诗作画，这侮辱力度还不够。我很怕冷，但为了让他答应救我爹，我还是心一横，继续说道：我知道你还恨我，让你在冬日下水摸鱼，现在也是冬日，大不了我也跳进水池，给你摸几条鱼。去年冬日大雪纷飞，沉默却光着膀子在院子里练舞。我那天心情本来还挺好的，但看到他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心口忽然有些烦闷。我忍不住说了句：你这么喜欢光着膀子，有种你下水给我摸鱼吃啊！谁知他真的跳下了水池，给我抓了2条鱼。我没下水抓过鱼，不过我觉得他更想看到的是我受苦挨冻，能不能抓到鱼没那么重要，所以我抬脚就往寝宫外面冲，想去抓鱼。沈幼楚，沉默单手提起我，死死地将我按在了床边。这个样子你就想出去？你疯了是不是？我刚才只顾着生气了，都忘了我身上没穿衣服了。想到我刚才竟然差点真这么冲了出去，我心里羞耻的要命，但我现在处于想发疯已经拦不住的状态，我当然不会承认我刚才太冲动，我自己乐意，反正你又不是我的谁，我想怎么出去不用你管，我不是你的谁。沉默皮笑肉不笑，整个人阴沉，危险的跟要吃人似的。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到底是谁。沈幼楚，我沉默，是你夫君。说着，他跟虎狼似的俯下脸，就死死地咬住了我的唇。夫君这个词儿真的好动听，可他之前都说要给我休书了，他要迎娶林化芷，他还跟林化芷恩爱了3天3夜，一晚上叫10次水，可能刚刚他还在林化芷榻上呢。他不是我的夫君，他是林化芷的夫君。我越想心里越是不痛快，卯足了力气推他，我越推他，他越疯跟要弄死我似的，让我彻底无力招架。沉默，你混蛋，你不是人，狗男人！我一直在骂他，哪怕我感觉到了欢愉，我也气哼哼地骂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情绪起伏太大了，我肚子忽然特别疼。他再一次把我按在他边的时候，我身体轻轻颤动了下，倒在榻上一动不动。沈幼楚，幼楚，我感觉到我流血了。失去意识的那一瞬，我听到了他惊慌失措的声音，我觉得好笑，他巴不得我这个漂亮的变态早死早投胎呢。我昏死过去，他怎么可能会惊慌？我昏死的时候，夜色刚刚降临，我醒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很高，床榻前的帷帐已经拉死，但轻薄的帷帐没有隔音效果，我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的声音。他怎么还没醒？紧接着传来的是御医战战兢兢的声音：回太子殿下，沈姑娘本就身子骨比较弱，又出现了小产的先兆，所以才会昏睡这么久。小产的先兆，我微微松了一口气，我肚子里的小狗蛋还在，只是片刻后，我一颗心又提了起来。沉默，知道我有孕的事了，我肚子里的小狗蛋完蛋了。因为情绪太过激动，我忍不住拍了下床。听到我这边的声音，沉默掀起帷帐，就坐在了我旁边。我不着痕迹地往床里面挪动了下身体，掩耳盗铃地给自己几分安全感。我知道，如果我没醒来，沉默接下来应该就会让御医给我灌打胎药了。我忽然醒了，他们的交谈才没继续，沉默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还难不难受？我眼珠子滴溜乱转，我该说难受还是不难受？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怎么难受了，但他恨我，我说难受，他心里才会痛快。轻轻咬了下唇，我还是说道难受，怕他会真逼我喝打胎药。顿了下，我又连忙说道，你放心，我不会用肚子里的孩子逼着你对我负责的，你放我离开这里，等我回家，我就会喝打胎药。我想要小狗蛋平安健康成长，肯定不会喝打胎药，我只是想让沉默安心。
呵呵，你就这么不想要这2个孩子？2个我惊呆了，不敢想，我怀的竟然是双胎，那我更不能让陈默弄死他们了。我点头如捣蒜，不想要，死都不想要。你真的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我保证喝2碗打胎药，让他俩消失得干干净净。我悄悄看了眼恭敬地立在一旁的几位太医，怕他们给我抓打胎药，他们倒是没给我开药，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一直在打哆嗦。沈右楚，你挺厉害。陈默又生气了，他猛地一甩袖口就转身离开。我觉得他应该是嫌我喝的打胎药不够多，我连忙向他表忠心，2碗不行，那我喝10碗，只要你让我回家，我喝100碗都行。哼！陈默又凉笑着哼唧了一声，他身上倾泻而出的杀气凛冽刺骨，仿佛要杀我全家。我捂着肚子颤抖，如同寒风中的小树苗。这一次真的完了，我好后悔昨晚自己的不争气。如果不是我昏死了过去，陈默肯定不会知道小狗蛋们的存在，更不会想让我喝打胎药。但我必须得护住我肚子里的一双小娃娃。陈默又是好几天没回来，我听婢女们说，他只是没回寝宫，他和林化只在书房，可快活了，一晚上直接浇20次水。我算了下时间，心中微微有些疑惑，陈默有这么快吗？可能是他最讨厌的变态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刺激，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我有点同情他，又有些难受。他和林化只快活，我真难受。我没想到皇帝皇后会见我。陈默成为太子之前，我见过的最大的官也只是知府老爷，现在我要去见皇帝皇后，我不紧张才怪。而且我怀疑皇帝皇后是要问我的罪。偌大的大周朝，无人不知帝后恩爱的佳话。皇帝是大周朝的开国皇帝，皇后是他微末时娶的贤妻，两人情投意合，至死不渝。陈默6岁时在战乱中与他们分离，皇后生陈默的时候身体受损，以后不能再有孕。皇帝登基后，臣子们都劝他广开后宫，大周朝不能后继无人，但皇帝力排众议，只愿一生一代一双人，爱屋及乌。皇帝那么喜欢皇后，他肯定也爱死了陈默这个失而复得的太子。而我这个漂亮的变态折磨羞辱了陈默2年，他们不赐我凌迟才怪。我听说凌迟要被割上千刀，我真的特别害怕。可如果我不进宫，我娘和我弟可能也得被凌迟。我还是硬着头皮进了宫。皇宫真的好大，巍峨又厚重，却不算奢靡。我被皇宫中的美景迷了眼，想看却又不敢四处乱看，我怕我行为举止不当会罪上加罪，哪怕凌迟也要多给我几刀。帝后比我想象中的要亲和好多，皇帝刚刚40岁，丰神俊朗程度跟我爹有的一拼。他身姿挺拔，看上去也就是30岁左右的样子。皇后风华绝代，倾国倾城，不像是陈默的娘，倒像是他的姐姐。参见皇上和皇后娘娘，天加威严。我也不敢打量帝后太久，战战兢兢等着他们发落。快起来！皇后竟亲自起身，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让本宫好好看看我受宠若惊。随即又战战兢兢。皇后，她这是要看看我适合被凌迟多少刀吗？我正满心慌张，又听到了皇后温柔动听的声音，长得真俊，便宜小默那个臭小子了。右楚，听说小默9岁那年差点冻死饿死，是你救了他。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皇后，皇后对我的态度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她不是应该嫌弃我变态吗？为什么要夸我长得俊？而且我也没救过陈默。陈默9岁那年的确是饿晕在了我家门外，我给他塞了一颗药，又给他塞了一颗糖，他就醒了。我嫌身上的金叶子太沉，又给了他一袋金叶子，他不愿意走，我就让他留在我家做了马奴。这个世道其实一直没那么太平，前些年战乱，流寇烧杀抢掠，受苦的都是百姓。我见到过太多无家可归之人，我随手赠给气息奄奄之人的金叶子，我也早已数不过来。我并不觉得我是救了他们的命，因为在这个世道，哪怕缓解了一时的饥荒，以后还是可能会饿死，或者死在外敌流寇手中。所以我从不觉得是我救了陈默的性命。我没救太子殿下，我不敢欺君，如实说道，我只是给了太子殿下一袋金叶子。皇后笑道，波光流转，颠倒众生，好孩子。她说着直接脱下手腕上一看就价值连城的玉镯，套到了我手上。小默那臭小子真有福气，我不敢戴皇后给我的玉镯，但他直接套到了我手腕上，我也不敢摘下来。皇后跟我聊了许多家常，她还问我以前跟陈默怎么相处。我想死，我怎么敢说？我这个漂亮的变态还极其恶劣的羞辱过陈默，坐在他腰上，在他心口写了个狗字。狗男人这3个字我也写过，我只能说像朋友一样，毕竟损友也是友，我就是陈默那个变态的损友。我回到太子府后，皇帝皇后又让人给我送来了好多赏赐，皇后还让人传话说过几天她会来太子府看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误以为我是陈默的救命恩人，皇后知恩图报，有一点点喜欢我。我就是想不通，明明那么恨我，陈默为什么要告诉皇帝皇后我救过他性命？我不太聪明，人又懒
有些事想不通，我也懒得继续想了。沉默，让人给我送落胎药来了，我得想办法赶快逃跑了。皇帝真的是明君，我进宫的时候请求他让人彻查我爹的案子，他说我爹的案子已经移交到了大理寺那边，如果我爹真的清白，会还他一个公道。皇帝金口玉言，我想陆星夜的手伸不到大理寺那边去，我松了一口气。我相信清者自清，我爹身上的冤屈一定能洗刷。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肚子里的2个小娃娃。我刚从宫里回来，婢女就端来了一碗黑乎乎的药汁，说是保胎药，鬼才相信沉默那么好心，会给我喝保胎药。我装出一副欢喜的模样说一定会喝。让婢女们先退下后，我关好门窗，悄悄把药倒进了一旁的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中。那株植物原本苍翠欲滴的嫩叶，在我把药浇进去后，很快就蔫巴了。果真保胎药里面有毒，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被困在太子府寝宫的这段时间，我悄悄收买了一位婢女，我给了她一根我花了20两黄金买的簪子，她帮我把字条带给了我弟，我让我弟帮我弄假死药，不能伤到我肚子里孩子的那一种。人死恩怨两消，若是以为我死了，沉默肯定不会再给我灌一碗打胎药，哪怕他再恨我，他顶多也就是把我丢在乱葬岗，那样等药效过去，我就可以跑回家找我娘了。皇帝要彻查我爹的案子，我爹很快也能无罪释放，那样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我有些担心，我死之后沉默会给我2刀，我心里慌慌的，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能默默在心里祈祷他别那么变态。这枚假死药是我从宫里回来的路上有人寻找时机悄悄给我的，我找出那颗假死药咽下后，躺在床上等死，不对，是等着假死。我能感觉到自己动不了了，眼睛也睁不开，可我却能听到周围的声音。我听到有婢女惊慌失措的大喊不好了，沈姑娘死了，随即是好多人进进出出的声音。我等了有一盏茶的时间，才听到了沉默的声音，祸害1000年。他似乎是不敢相信我这位祸害就这么死了，他的声音中带着浓重的哑，你们说谁死了？他不可能死。沈右处，你给姑醒来，你要是再敢戏耍姑让你全家给你陪葬。我有点慌，他该不会真要杀了我全家吧？但我现在除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胆战心惊的听他发疯。沈右处，你醒醒！沉默的声音越来越轻，后来还渐渐的染上了无措与恐慌。他慌什么呢？难道怕我变成鬼报复他？我不想牵连无辜，给他留了书信，说得很清楚，我是服毒自杀，与别人无关，希望他能看在我毕竟喊过他一声夫君的份上。我死之后把我的尸体送回我家，他应该是看到了那封书信，他声音无助中又染上了刻骨的恨意。你就这么喜欢陆星夜，喜欢到宁愿自杀也不愿生下姑的血脉。你喜欢陆星夜，姑就让他死无全尸。不，姑不要他死，你是姑的妻，姑为什么要成全你们做一对鬼鸳鸯？对，姑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狗男人说什么呢？明明是你先让人给我送了落胎药，不想要小狗蛋们，怎么现在倒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不过他要折磨陆星夜，我是双手赞成的。陆星夜那只心理扭曲的白眼狼就该不得好死。你想让姑把你的尸体送回家，姑偏要你留在姑身边。沉默真是疯了，这假死药的药效只有12个时辰，要是他不赶快把我扔到乱葬岗，我假死的事就瞒不住了。沈右处，别再耍姑了，行不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姑，右处，你醒醒！沉默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沙哑，后来他声音中都染上了明显的哀求。醒醒！我百思不得其解，沉默都让人给我送落胎药了，按理说他应该是恨我，巴不得我不得好死的，怎么以为我死了他竟这么难过？难不成是他遗憾我死得不够惨？我还未想通，我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唇上，大脑凝滞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是沉默的唇，我惊得都要诈尸了。我现在的人设好歹是一具尸体，他怎么能这么对待一具尸体？狗男人简直比我还变态。右处，别走，我求你了，睁开眼睛好不好？他都不再对我自称姑了，我觉得脸上有些热，好像还有什么液体落到了我脸上。狗男人流泪了，他怎么会为我流泪？右处，他仿佛着了魔一般，一遍一遍喊我的名字，喊得我心里都有些难受了。听着沉默这肝肠寸断的声音，我忍不住想起了我之前看的一本虐恋画本，那本画本的剧情无非就是他追他逃，他插翅难逃。画本中的渣渣男主因为某些误会对女主恨之入骨，各种折磨伤害女主，可在女主死掉的时候，他又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对女主动了心。沉默该不会就是这样吧？但那种心动我不敢要，他让人给我送打胎药，要杀死我肚子里的孩子，哪怕我假死后他有一点点后悔，也感动不了我。毕竟我这位漂亮的变态只喜欢虐别人，并不喜欢被虐。沉默用力抱着我，深深地吻了我许久，见我没有丝毫要醒来的意思，他整具身体都止不住站立，但他依旧紧紧地抱着我，仿佛要维持这种姿势直到地老天荒。我的死讯很快就在太子府传来，很多人都来劝沉默赶快给我下葬，就连帝后都过来了，希望他放开我的尸体，可谁都劝不动沉默。他
抱着我，不停地跟我说话。我从未想过，平日里惜字如金的他，竟也有如此聒噪的一面，吵得我耳膜疼。更要命的是，我假死快12个时辰了，我要诈尸了。夜黑风高杀人夜，沉默伤心过度，难受的坐都有些坐不稳，而我就在这个时候诈尸了。幸好此时沉默精神状态不怎么好，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我悄悄拿出我弟混在假死药中的昏睡针，卯足了力气扎在了沉默背上，果真挨了我这一下，他立马就倒在榻上一动不动。我快速解下他腰上的令牌，又找了件看上去最不起眼的衣服换上，就装成婢女往太子府外面走去。沉默不允许有人在寝宫外面守着，这刚好方便我出门。太子府的人都以为我死了，我低着头往外走，再加上我手上有沉默的令牌，哪怕路上会碰到侍卫，他们也不可能拦住我。我轻而易举就逃出了太子府。从此之后，天高海阔，我再也不用担心沉默逼我喝落胎药了。我没回凉州城，而是去了江南的一个小镇。江南风光好，我想在那里终老。我从京都离开那夜，我弟悄悄跟我出城，塞给了我一大摞银票。倜傥潇洒的少年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非要跟我去江南。我哄了他许久，他才总算是同意。等我爹出狱，我也在江南安定下来后，他再过去找我。我怀疑我弟把我家半个家底都折成银票塞给了我。这么多银票，哪怕我仆役成群，我几辈子也花不完。但到了江南后，我还是开了一家胭脂铺。我学问不好，一读圣贤书就头疼，可我打小便特别喜欢制胭脂、香膏、面脂。沈家也有胭脂铺，沈家胭脂铺卖的最好的几款胭脂、香膏、面脂都是我给的配方。其实刚到江南，我也空闲了几天，可一闲下来，我就会想我爹我娘。我弟想沉默，想沉默和林花指一晚上叫的那20次水，也会想沉默让人端给我的那碗落胎药，以及我假死之后他抱着我的尸体深深吻我。想到后来我心口都特别疼，我才开了胭脂铺，打算给自己找点事做。我在去江南的途中捡到了几个颠沛流离、气息奄奄的小姑娘。那几个小姑娘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早就已经看不出曾经面黄肌瘦的模样。她们才12、13岁，却早就没有了家。我让她们留在胭脂铺，跟着我学做胭脂。我手上的银子真的太多了，我拿出些银钱，在小镇上开了家女子学堂。这个世道对女子总是要苛刻一些。我没有心怀天下的大志，可身为女子，我有锦衣玉食的生活，我也总希望别的女子能过得好一些。我开设的学堂不仅教女子读书，如果有些女子像我一样，实在是读不了圣贤书，也可以学纺织女红，甚至经商。我的思想可能离经叛道一些，我总觉得女子来世间这一趟的意义，不只是为了相夫教子，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才是谁得女儿谁得母亲谁的妻。我的胭脂铺越做越大，短短半年就成了不少江南女郎的心头好。我开设的女子学堂也越来越多。有人问我，女子学堂不收学费，我一个开胭脂铺的，不怕倾家荡产？我只是笑笑，我没向大家解释我是凉州城首富的女儿，也没说单是我离开京都时，我弟给我的银票就足够支撑我开的这些学堂几千年，而我的人生顶多也就是100年。我怀疑在我弟心中，我是个挥金如土的败家女。我已经那么有钱了，他每个月还会托中仆为我送银票过来。这半年来，京都发生了很多事，我爹早在5个月前便出狱了。大理寺查清，是陆星夜为我爹设了一个局。陆星夜这半年他过得就挺惨的。我弟给我的来信说，陆星夜真恶心，觊觎我不成，就在外面养了个和我有6分像的姑娘，还喊那个姑娘叫幼楚。陆星夜明媒正娶的妻尚书千金知道了这件事，直接冲到了城南，让恶仆将那个姑娘打得半死。那个姑娘也是倒霉，她是被陆星夜强来的，肚子里还怀着已故夫君的孩子。那个无辜的孩子就那样被尚书千金带去的人打没了。陆星夜看似宠爱那个姑娘，但被尚书千金知道他养外室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对那个姑娘落井下石。只是尚书千金不是省油的灯，依旧跟他闹得天翻地覆。大理寺又查出他陷害我爹，皇帝震怒，直接将他下了大狱。听说他在别的院落还养了几个姑娘，尚书千金也曾真心爱过他，但知道他做的这些事后，他对他彻底失望。他还让人在狱中好好照顾他。我弟说他心血来潮，浪费了些银子去探视陆星夜。曾经面如冠玉的他，早就已经看不出本来模样，腿断了，手残了，浑身都是伤，就挺惨的。我看完我弟的信，也只能送给陆星夜一句活该。他出身寒门，好不容易走上青云路，不想着好好为百姓做实事，而是利用职权陷害无辜，满足自己的私欲，自作孽不可活。我爹我娘，我弟也没能回凉州城。我弟说沉默跟疯了似的，不让他们回去。沉默也没有娶林画芷，他还说我是他的太子妃。我弟还听说林画芷也被下了大狱，就是他没打听出原因。我也觉得沉默有病，他都已经跟林画芷一晚上浇过20次水了，怎么不娶她？我也想不通林画芷为什么会被下大狱。堂堂国公府的姑娘，谁敢把她关进天牢？我想不通，也便不再想了。别人的事
我最近不想理，我只想平平安安把2个小娃娃生下来。我听说女人生产是从鬼门关走一遭，前些日子我胭脂铺隔壁的老板娘生产没能醒过来，产婆说我怀了双胎，又是第1胎，尤其凶险，我怕会再也醒不来，无法给我爹娘尽孝，无法看我弟连中3元，成为大周朝最年轻最好看的状元郎。我也怕我肚子里的2个小娃娃一生下来便没了娘。沈姑娘，我店里的几位小学徒悄悄推了我一下，我抬眼一看，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裴秀才进了我的胭脂铺。裴秀才是3个月前昏死在我胭脂铺外面的落魄书生，我让人给了他一锭银子，希望他能撑过最难的这段时光。谁知裴秀才醒来后，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我这胭脂铺，我店里的小伙计们都打趣我说裴秀才心悦我。我觉得小伙计们眼睛不太好使，裴秀才虽然家境清贫，但也是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少年郎，怎么可能会心悦我这位挺着大肚子夫君死在战场的寡妇？很多人打听过我夫君，我都是说我夫君从军死在了战场。听到裴秀才喊我将算盘放在一旁，温声问他：裴秀才，你怎么过来了？裴秀才脸皮是真的薄，我一跟他说话，他那张眉清目秀的脸一下子就红成了煮熟的虾子。他红着耳根，将脸别向一旁，唇拗中搂了半天，好似用尽了所有的勇气，总算是说出了一句话：沈姑娘，我心悦你，以后我能不能照顾你？我仿若实话，我不敢想，我那几位小伙计竟是火眼金睛，没看错，我没有另嫁的打算，正在努力组织语言，想用不伤人的方式拒绝裴秀才。我又听到他说，我真的很喜欢沈姑娘，沈姑娘若愿意嫁我，成婚后我不仅待沈姑娘如珍如宝，也会将沈姑娘肚子里的孩子视如己出。沈幼楚，你想带着姑的孩子嫁给别人吗？裴秀才话音刚落，我就听到了沉默近乎咬牙切齿的声音，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穿着一身玄色长袍、金贵无双的他走进了胭脂铺。我知道沉默是来跟我算账的，我双腿颤颤，抓了把银子就想跑，只是沉默带了好多侍卫，他们跟一座座大山一般堵在我胭脂铺外面，我插翅难逃。敢假死设计姑沈幼楚，你挺厉害的。我想到我假死后沉默落在我脸上温热的眼泪，我有那么一点点心虚，但想到是他让人给我送的打胎药，我又挺直了腰板，是太子殿下先让人给我送的落胎药，我要是不假死脱身，我肚子里的娃娃们早就已经死在了你手中。姑美，让人给你送落胎药。沉默眼角猩红，上前一步就想抓我的手。裴秀才也没想到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是太子殿下，他那双好看的眼睛中染满了难过。沈姑娘，你之前不是说你夫君早已战死沙场？听到沉默的冷哼声，我更慌了。姑战死沙场，沈幼楚，你就这么盼着姑死？我没盼着他死，我就是总会想他，我不想让自己想他。太子殿下，你不要凶沈姑娘，她有身子，你不能对她这么凶。裴秀才显然是惧怕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的，但他很仗义，还是护在了我面前。他看向我的眸中依旧带着难过，也带着几分释然。我知道裴秀才是希望我能过得好，他见我所谓的夫君没战死沙场，又失落又为我开心，却又怕我会受委屈。总之他此时的心情五味杂陈。沈幼楚过来，沉默又往前一步，显然是想把我拉进怀中。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太紧张还是怎么回事，我肚子忽然特别疼，我还感觉到身下有温热的液体流出，我疼得一下子弯下了腰。我肚子好疼，我可能要生了。沈姑娘，幼楚，方才还金贵冷漠、高不可攀的沉默一下子乱了阵脚，他上前仿佛捧住失而复得的珍宝一般，小心翼翼地将我抱在怀中。幼楚，你别害怕，我现在就带你回家。他手下的侍卫们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裴秀才带着他们去找了产婆，他抱着我回了我半年前置办的那栋宅子。几位产婆都不让他进产房，说是不吉利，但他分毫不顾产婆的阻拦，一直陪在我身旁。我打小就娇气，最是怕疼，我一直生不下来，总忍不住掉眼泪。我哭，他眼圈也红红的，眼角泛湿，折腾了一晚上，我才总算是生下了2个小娃娃，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产婆说他们接生了那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女人生产，男人哭肿了眼睛的。我也不敢想，这半年来已经在朝堂树立威望，无数人口中冷漠无情的太子殿下会捂着脸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我生产消耗体力太多，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另一天。沉默就坐在他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意识到他好像有些在意我，但想到他跟林画纸一晚上浇20次水的事，我还是不想理他。幼楚，你真的醒了？我真的好害怕，哼，狗男人真装。我鼓着腮帮子不想理他，但有些话憋在心里，实在是不舒坦。我还是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装什么深情？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要是有些在意我，你回京都那日便不会说要给我休书。你跟林画纸在一起3天3夜没下床，你俩还一晚上浇20次水。我没碰过林画纸，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太离谱了。沉默愣了片刻后，才轻轻吻了下我的手背，接着说道，我也从未想过娶她。我刚回京都时，父皇母后
后的确有心给我和林化芷赐婚，但我说我已有妻。父皇母后催促我接你回京都，可你心中只有陆星夜那个败类，我心里酸得难受。你还不想要我们的小娃娃，所以我才没昭告天下你是我的太子妃。我脸红了，我没想到他和林化芷之间竟然是假的。我没喜欢过陆星夜，我也没不想要这2个小娃娃，我是担心你会逼我喝落胎药，我才说回家后自己喝。我怎么舍得逼你喝落胎药？陈默紧紧地抱住了我，我查清楚了，是林化芷收买了府中的婢女，在我让人送去的安胎药中下了毒，我已经让林化芷付出代价诱处，幸好你机灵没喝那碗药，否则陈默箍在我身上的手臂都在轻轻颤动，显然他时到如今依旧后怕。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忽然就不想跟他耍小性子了。你没喜欢林化芷，以后也不许喜欢别的姑娘，你要是敢喜欢别人，我故意摆出了一副特别凶的模样，那我就不喜欢你了。幼雏，你刚刚说什么？陈默指尖剧烈站立，他极度惊喜而又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你喜欢我？我喜欢狗东西。陈默深深地吻住了我，我就是狗东西，以后幼雏也只能喜欢我。狗东西手还不老实，他不仅是狗东西，还是臭不要脸。但半年未见，我是真的想他，我还是没推开他，而是纵容他越发放肆地加深这个吻。婴儿的啼哭声忽然响起，我连忙把他推开。我还没看孩子呢，他好似不甘心被冷落，眼睑低垂，像是受了委屈的大狼狗。但见我着急，他还是一手一个把2个小娃娃抱到了我面前。幼雏，就算有了孩子，你也得多喜欢我一点。知道了。我不太忍心看他这副委屈巴巴的模样，只能敷衍他。他却欢喜得要命，把我和2个小娃娃一起箍进怀中，怎么都不愿意放开。我无奈低笑，碰了下2个小娃娃的脸，我又公平地抱了他一下。这人间有情有酒有他，真好。